13岁那年，我被一顶小轿子抬进了宫。皇后说：“你要早日为皇室开枝散叶。”华婕妤说：“你要争宠。”静妃说：“你要安分守己。”可最后他们都说：“小婉儿，你要平安喜乐地过一生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叫沈婉，乳名唤作小婉儿，是阿紫给我取的名字。阿紫曾对我说：“小婉儿，你要开开心心的。”我仰着小小的脑袋，阿紫温柔地笑，等小婉儿长大了，阿紫就带你去江南，买个小院子，在院子里种一棵很漂亮的桃花树。我歪着头补充，再养一只小黄狗。可阿紫却食言了。娘死后，爹爹厌弃我和阿紫，用2两银子就把我们卖给了清平坊。在我4岁那年，阿紫已经14岁了。她生得极美，穿着红色的斗篷，在雪地里一站，比那怒放的腊梅还艳上几分。那时我还是个奶生生的小团子，天天跟在阿紫的屁股后面跑。阿紫最大的愿望便是有朝一日能赚够赎身的钱，然后带我去江南，买个小院子，种一棵桃花树。赎身需要500两银子，阿紫这些年已经攒了200两。在清平坊，唯一对我和阿紫好的人便是李嬷嬷。李嬷嬷在清平坊负责洒扫，为人最是和善。许是李嬷嬷没有孩子的缘故，便把我和阿紫当成自己的女儿般疼爱。同年元宵节，阿紫凭一曲飞雪舞，惊艳四座，名动京城。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，阿紫光着脚，穿着薄如蝉翼的纱衣，翩翩起舞。我看直了眼睛，一眨也不舍得眨。此时的阿紫，当真是那人间绝色，竟比那画册子上的嫦娥仙子还要美上几分。当晚，阿紫和我一起泡了澡，她用丝瓜瓤给我搓了灰，还用芍药味的皂子给我洗净了头发。我的脸蛋渐渐染上了红晕，昏昏欲睡。最后，我被阿紫抱着上了床，窝在阿紫怀中睡着了。睡得香甜时，一阵吵闹声惊醒了我。我揉着眼睛起来，却看到一群人跪在地上，狭小的屋子里挤得满满登登。阿紫跪在最中间，她背对着我，我看不到她的脸。于是我唤她阿紫。阿紫扭过头看我，原本红润的面庞如今却白得像纸。她手中捧着一份明黄色的折子，要不是李嬷嬷扶着她，她几乎快要跪不住了。突然，一道尖细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圣旨已下，奴才恭迎淑妃娘娘回宫，闲杂人等速速退下。”那嗓音又尖又细，像一条滑腻腻的毒蛇，丝丝拉拉的，让人头皮发麻。阿紫被几个穿藏蓝色衣袍的人拖着往外拉。突然，他看向清平坊的掌柜，厉声斥道：“薛红，要好好待沈婉，让她念书习字，不可让她学武。”阿紫又扭头看我，她双眼通红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“小婉儿，阿紫的小婉儿，你要乖乖的，要开开心心的长大。”我心中大惊，也不顾自己只穿着寝衣，连忙从床上蹦起来去抓阿紫的衣袖。身穿藏蓝色衣袍的人狠狠地掐了一下我胳膊内侧的嫩肉，我疼得哇直哭，下意识松开了阿紫。阿紫被他们推上了一顶明黄色的小轿，快速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阿紫，阿紫！我吓得大哭，急急去追那轿子，可那轿子却离我越来越远，直到我狼狈地摔倒在地上，那顶明黄色小轿再也看不到。李嬷嬷抱我回了屋，我把头埋在李嬷嬷的怀中，一直哭一直哭，怎么也止不住。我问李嬷嬷阿紫去哪里了，薛红却一脸凶狠地回答我：“你阿紫不要你了，你阿紫成为了尊贵的淑妃娘娘，去宫里享福了，怎么会要你这个野种？”我气得拿小拳头捶他，却被他狠狠地扇了一巴掌。我呸！小野种，晦气的东西，成日在清平坊白吃白喝，赶明我就把你发卖到窑子里去。我止住了哭声，死死盯着他。我要学跳舞。是的，我要同阿紫一般上台献舞，被宫里的人看中，入宫当娘娘。等我入宫找到阿紫，便和她一同去江南。薛红突然抚掌笑了，嘴角咧到了耳根。好好好，学学学，小祖宗，都依你。李嬷嬷大惊，偷偷劝我：“小婉儿，你阿紫走时交代过，绝不能让你。”我按住了李嬷嬷的手：“李嬷嬷，我想阿紫，我要学好跳舞，才能去找阿紫。”
若是没有阿紫，小婉儿也不想活了。李嬷嬷红了眼睛，小婉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啊？我认真的学习基本功，每日坚持练武，从不喊累，从不叫苦。薛红很满意我的表现，在吃穿用度上从未克扣过我。阿紫入宫后就彻彻底底的消失了。我无数次托人去宫里打探，可打探的人却说宫里没有淑妃，更没有叫沈淑宁的女子。阿紫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心急如焚，却只能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干等着。转眼7年过去了，我也能如阿紫一般上台献舞了。如今的我模样越来越标致，身段也愈发窈窕。李嬷嬷给我梳妆时说我是她见过最美的女子。我歪着头，俏皮地看着温李嬷嬷，嬷嬷，我和阿紫比如何？李嬷嬷的眼神迷蒙起来，似是在回忆，半晌才笑着说，淑宁姑娘的容貌自然是一等一的好。我望着铜镜中那张与阿紫3分相似的脸，掐紧了手心。阿紫，等我。元宵节，大雪，我上台献舞。我口中含着绿色的腊梅，穿披淡绿色的羽纱，在脚腕上系满了叮咚作响的铃铛，光着脚于银装素裹的雪地中跳了一曲绿腰舞，出尽了风头。终于，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里，我等到了。太监带着侍卫冲进了我的寝屋。我穿戴整齐，正襟危坐，对着为首的老太监微微一笑。来了啊！老太监露出错愕的神情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我吸了口气，缓缓吐出一句话：公公，不知你可还记得淑妃沈淑宁？7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，你带走了她。我迫切地想知道阿紫如何了，为什么这7年她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我把一颗珍藏许久的夜明珠塞进老太监手里，定定瞧着她。老太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，他眯起浑浊的眸子，笑了笑。深宫吃人，娘娘要找的人，许是死了吧？他的声音阴恻恻的，宛如恶魔低语。我如遭雷击，瘫坐在地上，久久不能动弹。老太监用力架起我，笑得温和。到底死没死？娘娘进宫瞧瞧，不就知道了。老奴以为娘娘是个聪明人。我稳下心神，接了旨：公公，我要带我的嬷嬷一同入宫。老太监打量了一下李嬷嬷，沉吟半晌，又掂了掂手中的夜明珠，终是点了头。我带着李嬷嬷坐上了那顶明黄色的精致小轿。不知为何，小轿行得很慢，可她在带走我阿紫的那天夜里，又行得很快。我莫名兴奋起来，脸蛋被烧得滚烫，心也突突地跳。许是离阿紫越来越近的缘故吧。我想要成为宫里的娘娘，须得先验身。验身的老嬷嬷让我脱掉裤子，我瞪大眼睛，有些羞涩，扭扭捏捏的不肯脱，结果被她一把扒了下来。老嬷嬷把我推到火盆前，不停地用烟熏我的鼻子。我有些忍受不了，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老嬷嬷睁大了眼睛，紧紧盯着火盆，见火盆中的灰屑纹丝未动，她才满意的点点头。接下来我被拖得一丝不挂，老嬷嬷围着我来回打量了好几遍，又细细检查了我身上的胎记。最后她让我躺在小榻上，用力掰开我的双腿，把粗粝的小手指伸进去细细探着。好疼！我的后背渗出了细密的汗。不错，是个齐整的。好了，娘娘，起来吧。老嬷嬷笑着对我点了点头。我被封为了完美人，只不过我还未及笄，按景国礼制，尚不可侍寝。小太监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，还说让我将养好身体，以后若是高升了，别忘了提点提点他。我有些想问他知不知道淑妃娘娘，可没等我开口，我就被带路的小宫女领走了。终于我忍不住开口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娘娘，奴婢叫小桃。小桃，淑妃在哪个宫？小桃睁大了眼睛，露出疑惑的神情。回娘娘，宫里并没有淑妃。我着急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你再好好想想，是在7年前入宫的淑妃啊。小桃面露难色，娘娘，7年前的事情奴婢真不知道，奴婢上个月才入宫呢。哦，好吧，我有些失望。我住进了永和宫的东侧殿，而小桃正是服侍我的小宫女。永和宫的主殿住着静妃娘娘，
听小桃说他仗着爹爹是镇国将军，又甚得皇帝宠爱，娇蛮跋扈，从不把后宫中别的娘娘放在眼里。哦，看样子静妃娘娘很厉害，那她一定知道我阿紫的消息。我屁颠颠地跑去给静妃娘娘请安。宫女去通传了许久，半晌才出来。完美人来得不巧，静妃娘娘在还小气。哦，那我等等便是。我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，一副伏低做小的模样。李嬷嬷反复嘱咐过我，在宫中一定要学会忍耐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通传的小宫女鄙夷地上下打量我几眼，嗤笑一声走了。远远的，我听见他们议论我的声音。早就听说新来的完美人是低贱的青楼妓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看她年纪虽小，却生着一副狐媚样。我真想辩解一句，我不是妓子，我只是一个卖艺为生的舞女罢了，靠自己赚银子，这不丢人，更不低贱。另一个小宫女嗤笑，这些勾栏妓子有几个好下场的，左不过是陛下的玩物罢了。我的心头猛地一缩，什么叫没有好下场？阿紫到底如何了？不知道跪了多久，两腿已然发麻，我用手撑住地面，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。你是谁？一道明媚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瞬间绷紧了神经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个头。回敬妃娘娘，嫔妾是陛下新封的完美人。完美人？呵，什么猫狗的也敢住进永和宫？她用绣着牡丹的绛红色靴子踢了踢我的下巴，漂亮的靴子散发着浓重的脂粉味，我本能地躲闪了下。静妃一脚踹在我的脸上，怒骂一声，下贱的狗东西，你刚刚是在躲本宫？我踉跄了一下，忍着疼痛，嫔妾不敢。她的靴子在我脸上狠狠摩挲着，鞋底上粗粝的小石子刮花了我的脸，磨得我生疼。我闭上眼，一言不发，乖顺得像一只好脾气的猫。许久，她长叹一声，罢了，都不知道反抗，没意思。你抬起头让本宫看看。我乖乖照做，仰头看她，心中不由惊叹，好一张明艳绝伦的脸。她用漂亮狭长的凤眼细细打量着我，脸上竟露出诧异的神色。那么小？你如今几岁了？我乖巧地回答，回禀静妃娘娘，嫔妾13岁了，待立了冬，便14了。她没说话，还脱下身上的朱红色披风附在我身上。可不要多想，本宫可不是心疼你，本宫只是怕你感染风寒。若是传染了本宫，你便是死100回也不够呢。我连忙应道，是，嫔妾定会注意保暖，绝不会染上风寒，请娘娘放心。呵，倒是个有眼力见的孩子。她嗤笑了一声，扭头便走。不用请安了，你回吧。听着静妃哒哒哒远去的脚步声，我终是没忍住，冲着她的背影喊，静妃娘娘，您可曾听闻过淑妃娘娘？静妃的停住了脚步，声音模糊不清，宫中从未有过淑妃。我不死心，真的，您没骗我。她快步回身，扬手扇了我一嘴巴，完美人，本宫劝你谨言慎行。李嬷嬷心疼地给我脸上擦药，婉儿，夜深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嬷嬷，我好想阿紫。为什么静妃娘娘却说宫中从未有过淑妃呢？我鼻头发酸，用力地抱住她。李嬷嬷拍着我的后背，乖婉儿，不难过了啊。或许婉儿明日去请安时，便会见到淑宁姑娘呢。次日，我恭谨地跪在皇后娘娘脚边，皇后娘娘万福。皇后看上去已不年轻了，周身散出一股生人勿近的威严之气，下垂的眼角处爬着一道道深刻的皱纹，神情冷冽得像一潭死水，毫无生机。皇后盯了我许久，竟露出一个温柔又复杂的笑容。她缓缓拉起我，轻轻抚着我的眉眼，像是透过我在看另外一个人。最后，她把一个通体碧绿的玉镯套在我腕上。完美人生得如此美，这玉镯何该是配你的？她语气温和极了，完美人如此瘦弱，要好好将养身子，待及笄后要尽早为皇家开枝散叶才是。我谢过皇后，又朝众妃嫔行了个礼，眼神快速扫过人群，可视线所及之处却未曾见到阿紫。我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阿紫好像人间蒸发一般，就这么消失了。我思虑良久，终是去趟了景仁宫。
皇后的寝殿一尘不染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和腐朽的尘土味道。她正靠着软榻闭目养神，发出微弱的呼吸声。我心中一惊，此时的皇后娘娘就像一个将行就木的老者，浑身散发着死气。皇后娘娘万福，嫔妾看您来了。她缓缓睁开了眼，声音沙哑极了，是完美人啊，过来吧。我踮脚走过去，轻轻地给她按揉着肩膀。她温和地笑了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会按摩。我小心翼翼地试探，回皇后娘娘，嫔妾自幼便给阿紫按摩，她总练武，一身的淤青。皇后的肩膀有些僵硬，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起来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宫真是有福了。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。在我想找个话题打破这份沉默时，皇后开了口：你啊，日后只要安分守己，本宫会护着你的。我心中一动，皇后娘娘，您人善，可以答应嫔妾一件事吗？她眉目舒展了开来。何事？我诚恳道。皇后娘娘，嫔妾想向您打听个人。何人？她的眼睛眯了起来，嘴角的笑容逐渐隐去。我大着胆子，不知皇后娘娘可否听说过淑妃？沈淑宁，在7年前入宫的舞娘。我紧紧盯着皇后娘娘，不想错过她任何一丝表情变化。她脸色沉了下来，继而升腾起强烈的怒意。啪一声，我被她狠狠扇了一巴掌，尖锐的护甲划过，我的脸颊瞬间凸起了一道道血痕，血液顺着我的脸颊滴滴答答流下，殷红了我糯白色的衣裙。淑妃，是你什么人？我急声。淑妃是嫔妾的阿紫。皇后的声音粗嘎极了。完美人，若是你还爱惜你这条小命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再打听关于淑妃的任何事了。我心头突突的跳，为何？嫔妾不在乎生死，嫔妾只想要阿紫。她喟叹一声，竟缓缓蹲下身，扶起我。傻孩子，竟和淑妃一样的脾性。她揉了揉我的发顶，好孩子，别再找你阿紫了，你的阿紫，她已经解脱了。皇后平静下来，好像陷入了长久的回忆。我努力瞪大眼睛，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。彼时我已经是13岁了，怎会不懂皇后娘娘说的解脱是什么意思呢？娘娘，我不信，您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崩溃地扯着她的衣袖。她没有推开我，只是说了句：完美人，今日本宫饶你不死，你走吧。我顶着一脸的伤痕回了宫，却被在院中闲逛的静妃拦住。她环抱着臂，戏谑地看着我：哟，小倔驴挨打了。啧，本宫早就告诉过你，谨言慎行，你怎么就那么倔呢？你还敢去挑衅皇后？非要吃了苦头才甘心。我面色苍白极了，虚虚向她行了一礼，多谢娘娘关心。她的脸蓦地红了，你说什么？本宫可不是在关心你。静妃抬腿便要走，走出好几步后，又恶狠狠地回头：倔驴，跟上来。我坐在了静妃榻上，她命奴婢拿出金创药，亲手为我擦药。若不是本宫见你年纪小，不然才懒得管你。你日后切莫再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。这后宫啊，不比民间，说错一句话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她絮絮叨叨着，我一句也没听进去，脑海中不停回荡着皇后的那句话：你阿紫已经解脱了。看着静妃那张明媚严厉的脸，我竟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：静妃娘娘，你有点像我的阿紫。什么？她一脸讶异。沈淑宁是我的阿紫。皇后娘娘说我阿紫死了，可我不信。她说过要和我一起去江南，要和我一同种桃花树。娘娘，我的阿紫到底去哪了？求您告诉我好不好？她的脸色冷了下来。我扯住她的袖子，哀求她：静妃娘娘，求您了，求您告诉我，我阿紫到底在哪？我阿紫没有死，对不对？她那张明媚的脸上升腾起了怒气，恶狠狠地推开我：你这孩子，怎么油盐不进呢？本宫实话告诉你，皇后娘娘说的对，你的阿紫，7年前的淑妃娘娘，早已经死了。轰的一声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崩塌了，心口疼得厉害，像背上了车裂之形，4分5裂。我阿紫是怎么死的？没有人在回应我。
耳边隐隐传来静妃的声音，向皇后娘娘通报，完美人感染风寒，卧床不起。宫中的太监惯会捧高踩低，他们见我得罪了皇后和静妃，连我每日的饭食都要克扣。每日送来的饭菜都是臭的，连菜汤都是刷锅水。我倒可以忍受，只是连累李嬷嬷和小桃与我一起吃残羹剩饭。李嬷嬷年岁大了，而小桃年岁尚小，正在长身体。为了让李嬷嬷和小桃吃好一点，我强打起精神，端着亲手做的栗子酥去向静妃娘娘认错。这是我能搜集到的最后一点食材了。静妃用长长的扣单捏起一块栗子酥，又轻轻地把它碾碎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她问我。我认真回答，回静妃娘娘，嫔妾叫沈婉。她反复咀嚼着我的名字，沈婉。婉笔舒静姿，灼灼出水莲。突然舒儿一笑，是个好听的名字，以后本宫便喊你小婉了。我点头。小婉，我是该说你单纯呢，还是该说你傻呢？我疑惑。栗子酥的碎屑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，像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，让我想到了4岁那年，阿紫光着脚在雪中跳舞的场景。小婉，你记住，在这宫里不能吃别人给的东西，即使是本宫赏的也不行。我心中一惊，连忙跪下。小婉绝无害娘娘之心。她的语气竟温和下来。本宫知道，本宫知道，小婉是个善良的孩子。本宫也知道，小婉很想阿紫。你的阿紫是解脱了，是去过好日子了。小婉不要伤心太久了，小婉要开心起来。我仰起头，大睁着眼睛，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。她俯身怜爱地摸了摸我的乌发，长叹一声：可怜的小婉呀，终究是个只有13岁、尚未及笄的孩子。话音未落，皇帝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名义上的夫君，亦是95至尊的景国皇帝。他看起来约莫30岁左右的年纪，眉目如剑，那双眼睛如鹰隼一般凌厉摄人。我心中胆寒，连忙跪地行礼，臣妾参见皇上。他寒冽的眼光快速在我身上打量了一圈，眼底浮现出一股淡淡的情欲。我心中一颤，静妃不着痕迹地把我掩在身后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我连忙把头埋得低低的，他却像没看见我一般，拉起静妃的手寒暄：爱妃近日可好？朕近日忙得紧，今日总算抽出空来看你。静妃大胆地坐在皇帝怀里，笑容明艳：陛下那么久不来，臣妾还以为陛下忘了我呢。皇帝笑得细细，一把捏住了静妃的下巴，另一只手则在静妃的腰间摩挲着。我羞得满脸通红，把头埋得更低了。突然，我被皇帝一脚踹倒在地。这便是户部尚书那老东西给我送来的完美人。静妃应道：回陛下，正是。他莫是不老糊涂了，竟送来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只叫朕干着急。静妃身形一晃，神色却镇定。陛下，左不过是个尚未及笄的小屁孩罢了，您喜欢他，再等等便是，值得您发那么大脾气。好饭不怕晚是不是？这不，臣妾正调教他呢，让您撞见了，碍了您的眼。他毫不留情地踹了我一脚，小贱蹄子，还不快滚！我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。皇帝身上阴质的压迫感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消沉了好久，我整夜的难以入眠，在短暂的睡梦中，全是阿紫那张极美的面孔。有时我会梦见阿紫牵起我的小手，温柔地说：小婉，阿紫攒够银子了，我们可以去江南了。有时我会梦见7年前的那个夜里，阿紫光脚拉着我的手在雪地里奔逃。小婉，阿紫这就带你走，永远都不回来。有时我会梦见阿紫穿着繁复华丽的衣裙，戴着金灿灿且沉重的头冠，一步一步向我走来。可等她走近时，她眼中竟汩汩流出2行血泪。有时我还会梦见阿紫变成了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金丝雀，小小的金丝雀拼命地往外飞，撞得头破血流，却始终飞不过那道深深的宫墙。阿紫！我惊声尖叫。李嬷嬷眼圈发红，把我拥在怀里。小婉不怕，嬷嬷在。嬷嬷，阿紫说过要带我去江南，还要在小院里种一棵桃花树。李嬷嬷的眼泪打湿了我的手心。是，
到时候嬷嬷和你们一起去江南，一起种桃花树。我语结颤抖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。静妃大概是看我整日郁郁寡欢，竟破天荒地来看望我好几次。她面上总是一副傲娇的神情，却总是做着一些对我好的事。她嘴上对我说我不准吃别人给的点心，却让丫鬟送给我一些香香甜甜的漂亮糕点，还同我说只能吃她给的糕点。她会隔三差五的让宫女给我带一些新奇小玩意儿。拿着手中的拨浪鼓，我哭笑不得，我都13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呀。想了想，我还是该去感谢她的。在我谢过她后，她又一脸傲娇地说：哼，本宫送你这些只是嫌你烦，你成日哭哭啼啼的，影响本宫入眠，你可不要多想。哦，我点头。小婉儿，你若是嫌成日无事可做，就去玩那些小玩意儿。我张大嘴巴，啊，静妃娘娘，您送的那些小玩意儿是男孩子玩的啊？她瞪大了眼睛，那你喜欢玩什么？本宫差人给你送来。后来，我和静妃、小桃、李嬷嬷在永和宫跳起了橡皮筋。静妃咯咯直笑，小婉儿，跳皮筋好有意思。民间的女孩还玩什么啊？我挠了挠头，过家家。亦或是跳房子吧？跳房子？如何玩的？静妃一脸期待地看着我，看着她明媚的笑脸，我心中说不出的难过。静妃如今也只是个19岁的女孩啊，而我的阿紫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如今也才21岁。静妃还告诉我，她的大名叫苏静玉，是她娘亲给她取的，她喜欢得紧。可自从入宫后，她好像永远地失去了这个名字，再没人记得她叫苏静玉。她温柔地抚摸我的头，像摸一个乖顺的小奶猫。小婉儿，你不是很想你姐姐吗？为了缓解你的思念之情，那我勉为其难，就让你也喊我姐姐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也是你的姐姐。作为你的姐姐，以后我就勉为其难地护着你吧。我仰头看她，有些不可思议。你也是我的姐姐？那你会带我去江南居住吗？会在小院里种一棵桃花树吗？会养一条小黄狗吗？静妃似是被我问懵了，明艳的面孔上竟出现了迷惑的神情，最终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她搂住了我的肩膀，爽朗地说：何止种一棵桃花树，本宫会给小婉儿种一片桃花林；何止养一只小黄狗，本宫给小婉儿养一群小狗，花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再把西洋上贡的狮子狗都给小婉儿弄来。我开心地笑了，还有点想掉眼泪。可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，不日便传来一个糟糕的消息：皇后娘娘崩了，自缢而亡。她用3尺白绫吊死了自己。有传闻说是皇后娘娘母家失了势，也有传闻是与皇帝夫妻20载，却生不出龙种。大臣们纷纷弹劾她德不配位，请求废后。还有传闻是皇后娘娘年老色衰，被皇帝所厌弃。皇帝子嗣极少，而皇后在大皇子夭折后，更是未能产下一男半女。我心中说不出的难过。皇后娘娘许是去找大皇子了吧？静妃正在屋中教我识字，诧然听到消息后，她愣了好久，然后把头埋在了被子里。我知道她在哭，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她边上，陪着她哭。小桃见我哭，也跟着哭。李嬷嬷喟叹一声，也抹了眼泪。去吊唁时，皇后娘娘的灵堂传出压抑的呜咽声，众嫔妃都来了，而皇帝却不在。他们用手帕掩着面孔，发出克制的悲泣声。他们或许在哭皇后的突然离世，或许在哭帝王的薄情寡义，或许更多的是在哭自己，在哭深宫女子的身不由己。我想，静妃的2只眼睛像小兔子，红红的，鼓鼓的。小婉儿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后宫女子的命早就不属于自己了。我如鲠在喉。静妃娘娘，这宫里一点都不好。阿紫走了，皇后娘娘走了，这宫里一点都不好。静妃突然抱住了我，小婉儿，姐姐送你出宫好不好？姐姐想办法，姐姐一定想办法送你出去。你本就不属于这里，你该属于那广阔的天地，属于那辽阔无际的草原，属于那烟雨朦胧的江南。小婉儿不该在这里的。我摇了摇头，小婉儿哪儿也不去。想去江南吗？自然是想的，但我舍不得让阿紫
也有点舍不得让静妃一个人留在这孤独的宫里，去独自熬过这漫长而痛苦的一生。我心中难受极了，眼泪控制不住吧嗒吧嗒的掉。静妃拉起我的手，小婉，不哭，你还有我。突然她眼嘴干呕起来，我急忙拍着她的背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静妃怀孕了，已经3月有余，她日渐丰腴，身子也一天比一天重。我摸上她圆鼓鼓的肚皮，惊讶道，这里面是有小宝宝吗？她的眼睛弯了起来，像月牙儿一样，是啊，是有个漂亮的小宝宝。我们小婉呀，也要做姨娘了呢。我有些不可思议，我要做姨娘了。静妃的肚子突然顶了一下我的手，我更加不可思议了，对着静妃的肚子喊，小宝宝，听见没有？我叫小婉，是你的姨娘哦。那圆滚滚的肚皮竟又顶了我一下。静妃乐不可支，小婉，看样子小宝宝很喜欢你。我的脸一下红了，用嘴巴凑近静妃的肚皮，小宝宝，姨娘也很喜欢你，你可要乖乖的，不要折腾你娘亲哦。静妃娘娘，你想要小公主还是小皇子？我好奇地问。静妃给我梳头的手顿了一下，若是个小皇子便好了。为何？娘娘不喜欢公主吗？我鼓起了嘴。她的声音极轻，啥玩意儿，姐姐怎会不喜欢？我没再追问，只是乖顺地把头靠在静妃腿上，让她帮我掏耳朵。在很小的时候，阿紫也是这样帮我掏耳朵的。好想阿紫。小婉，待你及笄后就该侍寝了，在你及笄前，姐姐会想法子把你送出宫去，你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我乖乖地翻了个身，露出了右边的耳朵。娘娘，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阿紫了？隔了许久，静妃才开口，小婉，你记着，在这宫中死并不可怕，你阿紫她定是去过好日子了，过很好很好的日子。她呀，投胎到了江南的农户家中，住在漂亮的小院子里，还种了棵桃花树，养只小黄狗。我温热的眼泪流了下来，浸湿了静妃的衣裙。娘娘，是陛下杀了阿紫吗？我问。静妃苦笑，过了良久才道，或许吧。陛下的宠爱是蜜糖，亦是砒霜啊。我沉默了许久才开口，娘娘，我阿紫埋在哪里了？小婉儿想阿紫，想给阿紫上炷香，阿紫一个人这么多年太可怜了。静妃心疼地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哎，那小婉儿答应姐姐要尽快离开皇宫。我瞧了瞧静妃的肚子，娘娘，等小皇子平安出生了，我便离开。静妃带我和李嬷嬷来了冷宫，看着黑漆漆且破旧不堪的宫门，我有些打怵。许是察觉到了我的不安，静妃握紧了我的手，小婉害怕吗？我深呼了一口气，我不怕的。冷宫里关着许多披头散发的女子，见到我们，她们竟一窝蜂地冲了上来。我心中一惊，连忙和李嬷嬷把静妃护在身后。女人们吵吵嚷嚷着，皇上，求您疼臣妾。陛下，您看臣妾今日美不美啊？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怀中抱着一个破破烂烂的枕头。陛下快看啊，这是我们的皇儿，您看她白白胖胖的，长得和您多像啊。我心中害怕，娘娘小心。静妃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无事，并熟练地把带来的糕点分给他们。小婉，莫怕，他们不会伤害我们，都是些命苦的女子罢了。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许是很久都没吃过东西了。我鼻头发酸，娘娘，你带我来这里，是不是因为我阿紫生前也住在这里？静妃点头，那年我刚入宫，只见过你阿紫一面，没多久她就被关进了冷宫。我胸口堵得难受，感觉整个胸腔都要爆开了。娘娘，我能去阿紫的屋子里瞧瞧吗？她领着我到了一间破旧的屋子前。小婉儿，你阿紫曾在这儿住过数日。屋子里散发出潮湿的霉味，蟑螂稀稀疏疏的满地乱爬，不小心踩上去，发出满地爆浆的咯吱声。屋内没有窗户，甚至连张床榻都没有，只胡乱铺了几张发霉的草席。突然，从黑暗中猛地钻出一个臭熏熏的怪物，紧紧抱住了我。静妃大惊失色，何人？快放手！那怪物被李嬷嬷拉开，摔在地上，露出了脏兮兮的五官，竟是个面容清秀姣好的女子。
静妃震惊极了，华婕妤，你竟还活着？那女子朝静妃温婉地笑了笑，转而看向我，你是沈婉吗？你是小婉吗？她的声音极其沙哑，像一个破了的风箱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我是小婉，你识得我？她的眼角竟流出了血泪，拍掌大笑，阿宁说的果然没错，你这个傻孩子果然来了。小婉，我终于等到了你啊，我终于替阿宁等到了你。我险些站不稳，华婕妤，你说的阿宁可是沈淑宁？华婕妤颤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一个荷包，荷包已经用棉线缝死了。她使劲地用牙咬开，从荷包里又掏出一个鼓鼓的布包。她把布包一层层打开，最终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卷泛黄的纸条。你是沈婉？她又问了我一遍。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。我是沈婉。她颤巍巍地把纸条递给我。沈婉，你阿紫让我把这卷纸条亲手交给你。我艰难地接过那卷纸条，重重地跪了下去。华婕妤大恩大德，沈婉永世也不敢忘。她原本灰败的脸上，此时竟泛起莹润的光。沈婉，我的名字叫南华，麻烦你替我记住这个名字。我叩拜到底，允诺。沈婉记住了。华婕妤说，她曾与阿紫是最要好的姐妹。阿紫比她早1年入宫，在她入宫时，阿紫甚得陛下宠爱，风光无限。阿紫很温柔，对后宫每个姐妹都很好。华婕妤被人陷害，是阿紫在陛下面前求情，才保了她一条命。从此，华婕妤和阿紫在这深宫中相互依偎，相互扶持。后来阿紫有孕，陛下高兴极了，便举宫庆祝，还说等阿紫顺利诞下，皇儿就封为贵妃。在宫宴上，皇后突然指认阿紫肚子里的孩子是裴太医的，不仅言之凿凿，还有数个丫鬟做人证。陛下勃然大怒，勒令搜宫。结果不仅从裴太医的被褥中翻出了阿紫的绯色肚兜，还在阿紫的枕下翻出了裴太医的亵裤，证据确凿。陛下气得发疯，竟下令当众剖腹，取出阿紫肚子中的孩子，滴血验亲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阿紫肚子中的孩子与陛下的血竟然不能融合，于是那孩子当即被皇帝亲手摔死，而阿紫也被打入了冷宫。在华婕妤去冷宫看望阿紫时，阿紫便把这卷纸条交给了他，并嘱托华婕妤一定要把这卷纸条亲手交给他的妹妹沈婉。华婕妤很疑惑，阿宁，你是如何笃定你妹妹一定会入宫？她现在只是个9岁的孩子啊。阿紫露出一丝苦笑，长姐如母，我又怎会不了解自己的孩子？小婉这个傻孩子，她一定会来找我。只不过这深宫哪里是她待的地方呢？华妹妹，我要死了，见不到我的小婉了，拜托你一定要亲手把这卷字条交给她。另外告诉她，阿紫很爱她。没多久，华婕妤便听说阿紫投井自尽了。从那时起，华婕妤便揣着这张字条等着我来，但她更希望的是我这一生永远都不要来这个鬼地方。后来，华婕妤被人陷害，打入冷宫。由于常年搓磨，她患了严重的骨病，一到阴天下雨，全身的骨头便会疼痛难忍。但华婕妤不敢死，只吊着一口气，等着我来。如今我真的来了，华婕妤也完成了阿紫的托付。我窝在李嬷嬷的怀中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静妃也捂着嘴掉眼泪。华婕妤踉踉跄跄地带着我来到一口枯井前。景丰17年，淑妃携其王子投于冷宫枯井。静妃让随行的太监把枯井中的尸骨打捞上来，可枯井中的尸骨却远远不止一具。枯井中的尸骨堆积如山，它们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地堆放在一起，散发出腐臭的味道。而我却在那一堆尸骨中看到一只碧绿的玉戒子，那玉戒子还是阿娘送给阿紫的生辰礼物。我把玉戒子紧紧攥在手心里，拉住静妃的手，静妃娘娘，你身子不便，我们快些回宫吧。静妃不忍地看向那堆尸体，吩咐下去，让他们入土为安吧。昏黄的烛光下，我端坐在桌案前，打开了阿紫给我留下的字条。皱巴巴的字条中竟然还裹了一张1000两面值的银票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银票揣进怀中，仔细地辨认纸条上有些斑驳的字迹。是了，
是阿紫的字，一手娟秀雅致的小楷。可仅仅只看了第一句话，便让我泪如雨下。阿紫那温柔的声音仿佛在我耳畔响起：小婉儿，好久未见，我是阿紫，不知你如今几岁了？长高了没有？长胖了没有？想必阿紫的小奶团子如今已经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傻孩子，不管你经历了什么，遇到了什么委屈，都要学会勇敢，学会坚强，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小婉儿，既然你看到了这封信，就按照阿紫教的去做。阿紫画了一份地图，在御膳房的南门有一处非常隐秘的狗洞，此处可以直通宫外。你找准时机，在值守薄弱时逃出去，要小心筹谋，千万注意安全。记住，出了宫要隐姓埋名，毁去容貌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小婉儿，不要哭，不要惦记阿紫，阿紫已经去过很好的日子了。最后请原谅阿紫的食言，阿紫此生没有办法陪小婉儿去江南了。若有来生，阿紫定和小婉儿一起住在江南，买一间小院子，种一棵桃花树，养一只小黄狗。小婉儿一定要做个坚强的孩子。阿紫希望小婉儿可以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地度过平凡而幸福的一生。景丰17年，沈淑宁绝笔。阿紫，好痛，好痛啊，痛得我连眼泪都哭不出来。我麻木地张着嘴，喉咙发紧，发不出任何一个音节。手中的纸条被我攥紧，又小心翼翼地把它铺整齐，珍惜地藏在胸口。烛光摇曳，隐约中听到外面传来嘈杂的呼喊声。我心中一惊，是静妃。静妃早产了，永和宫乱了套。一盆盆红彤彤的血水，带血的剪刀，滚烫的开水和静妃的歇斯底里的哀嚎声。我冲进产房，握紧了静妃的手，娘娘，坚持住，疼的话就掐我的手。产婆急得大叫：静妃娘娘，求您用力啊，使劲啊，深呼吸，快，用力，用力。已经看到头了。汗水打湿了静妃的衣衫，她死死咬着毛巾，双眼满是血丝，整个眼球像是要爆出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伴随着静妃一声凄厉的嚎叫声，产婆惊呼：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产婆抱着一个青紫的小人，嘀咕着：这孩子怎么不哭呢？说罢，竟不由分说地抽了那小人2个巴掌。哇哇！那小人似是吃痛，竟哇哇哭了起来。顿时，所有人都欢呼起来：哭了，哭了！静妃泄了力，虚弱地问：嬷嬷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嬷嬷的笑容有些勉强，却还是笑着答：回静妃娘娘，是个漂亮的小公主。静妃眼里的光瞬间暗淡了，却还是伸手接过孩子。是娘的小公主，是娘的小公主啊！她的声音异常温柔。可随即，她又哀嚎一声，浑身抽搐起来。产婆大惊：娘娘快躺下，您肚子里还有一个。用力啊，娘娘，再坚持下就好了。见静妃脸色苍白，我连忙把千年人参放入她口中，让她含着。静妃娘娘，加油啊！我焦急地大喊。她疼得说不出话，只用力地回握我的手。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啼哭，一个紫红色的小团子被产婆抱在了怀中。娘娘，您看啊，是个小皇子，可喜可贺。您生了双胎，生了一对龙凤胎。我好奇地凑上去看那对小人，浑身毛乎乎的，皮肤紫红紫红的，男孩紧紧闭着双眼，哇哇大哭，女孩则睁着葡萄似的大眼睛，对着我咯咯直笑。静妃此时虚弱极了，面上却挂着欣慰的微笑。小婉儿，小公主见到你便笑，你给她取个乳名可好？看着小公主那黑亮亮的大眼睛，我也笑了。娘娘，就叫小公主长乐如何？小皇子降世，龙颜大悦，陛下连夜封赏静妃为静贵妃。宫中开始隆重地操办起小皇子的满月宴。小婉儿，事不宜迟，你该走了。静妃头上绑着明黄色的布条，靠在软榻上，絮絮叨叨着。待你及笄后，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绿头牌上。若是陛下召你侍寝，再想走可难了。小皇子满月宴来宾很多，那日的守备大都集中在宫内，是你逃走的好时机。静妃命丫鬟把一个小包裹交给我。小婉儿，这是你出宫所需的银票和金银细软，姐姐已经替你打点好了，千万拿好了，别弄丢了。我接过包裹，
故作轻松的点点头。静妃娘娘，小婉儿要走了，您自己要多保重。小婉儿会过得很好，您不要担心我。反而是您，要记得不能贪凉。您刚生完孩子，身子骨弱，若是进了寒气就不好了。若是您觉得无聊了，就喊上小桃和豆蔻一起玩跳皮筋、跳房子也行，我已经把他们几个都教会了。说着说着，我的眼泪竟然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静妃伸手理了理我鬓角的碎发，声音温柔极了：“小婉儿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小婉儿，你能喊本宫一声姐姐吗？”她声音软软的，像极了祈求。我吸了吸鼻子：“静妃，姐姐。”她摇摇头，无奈道：“小婉儿，早就跟你说了，本宫的名字叫苏静玉。”我不受控制地抽噎起来：“姐姐，静玉姐姐。”哎，静妃开心地笑了，把我拉进了她怀中。小婉儿啊，小婉儿，真是本宫的傻妹妹。她替我擦干了眼泪，认真地看着我：“小婉儿，你能帮姐姐一个忙吗？”她脸上泛起了慈爱的光芒：“姐姐把长乐交给你，你带她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。”我不解，为何？长乐可是金尊玉贵的小公主，是姐姐的亲生女儿，跟着小婉儿过苦日子，怕是委屈了她。静妃苦笑：“景国公主看似金枝玉叶，其实只是笼中鸟雀罢了。她们会如金丝雀一般度过幼年，在及笄后会被陛下当成筹码送去和亲，她们会远嫁到蛮夷之地，然后在苦寒中被折磨致死，终其一生都是皇权的牺牲品罢了。本宫希望长乐可以如她的名字一般，长长久久的快乐，即使做个平凡的民间女孩，也是自由自在的。小婉儿，姐姐求你了，带她走吧。”我握紧静妃的手，语气坚定：“小婉儿定不负静玉姐姐所托。”华婕妤的身子一直都不见好，为了照顾她，我把她偷偷带到了永和宫养身子。可冷宫的阴气早已侵蚀透了她的骨血。听太医说，华婕妤行走时会疼痛难忍，只有坐下或躺下时才能缓解疼痛。可华婕妤并不以为意，她每日都坐在桌前专心致志地作画，还常常鼓捣着一些胭脂和丹青。“华姐姐，你在画什么呢？”我笑盈盈地坐在她边上，不由分说地塞给她一个汤婆子。可我却惊奇地发现，华婕妤画像中的女孩竟是我。“华姐姐，你画的是我？”她喜笑颜开：“是了。小婉，快坐好，让姐姐给你画一张肖像，以后你走了，姐姐想你了，还能拿出来看看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画像呢。”我换上最漂亮的裙子，插上我最喜欢的簪子，正襟危坐，直到听华婕妤说画好了，我才欢欣地跑过去看。“好美啊，华姐姐，我有这么美吗？”她弯起眉眼，宠溺地笑了笑：“那当然，小婉儿是极美极美的小姑娘呀。”我有些可惜地摸上自己的脸，可惜我出宫后这副容貌就要毁去了。“不用。”她窸窸窣窣地从桌案下掏出一张脸皮递给了我：“小婉儿戴上试试。”我吓了一跳，惊呼一声：“啊，这是人的脸皮！”她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傻孩子，这是姐姐画的，你快戴上看看合不合适。”哦，我戴上了面皮，瞧着镜中的自己，麻子脸、单眼皮、厚嘴唇，眼神却是黑润润、清清澈澈的。“华姐姐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本事。”她有些得意：“那是自然，姐姐自小便最喜欢画画了。小婉儿出宫后不必毁去容貌，日后带着这副脸皮示人就好。姐姐给小婉儿和长乐公主准备了好多张脸皮，足够你们用一辈子了。”我心中感动，抱住了她：“华姐姐，谢谢你。”她捏了一下我的脸蛋，打趣道：“那你亲我一口。”我瞪大了眼睛，有些害羞，却还是对着华婕妤的脸亲了一口。“哎呀，你还真亲啊，都是口水。”她笑着推开我。华婕妤的笑容灿烂明亮，照亮了我的眼，我也情不自禁笑了起来。她的声音不再沙哑，而是变得清甜悦耳：“小婉儿，你只要过得幸福快乐，便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。”终于等到了小皇子满月宴这一天，和宫欢庆，觥筹交错，热闹非凡。是时候了。我换上太监服，戴上华婕妤给我的人脸面具，把长乐放在装菜的竹篮里，摸索着去了那处狗洞。身边的小宫女们来来往往，耳边还不时传来宫宴上的丝足奏乐之声。
长乐许是被吵到了，竟发出一声响亮的啼哭。我暗叫不好，但幸而震耳欲聋的烟花声盖过了长乐的哭闹声。我压低帽檐，和手中端着精致食物的太监们擦身而过。嘿，快点！御膳房正缺人手呢。有人催促我，我捏着嗓子加快了脚步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小的这边来了。风声呼啸，不远处传来了阵阵骚动。我心中警觉，竖起了耳朵听着。宫女们大呼小叫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永和宫的完美人在这大喜日子自缢了，真是顶顶晦气的。陛下龙颜大怒，说要把完美人的尸身丢出去喂狗呢。这完美人还尚未成宠，竟如此想不开，不知是受了什么委屈。我脑中轰鸣，仿佛被一声惊雷击中，差点把装长乐的篮子摔在地上。永和宫的完美人自缢？哪里来的完美人？我冷汗淋漓，险些跌坐在地上，脑海中浮现出华婕妤那张苍白又秀美的脸，她正温和地冲着我笑。小婉，我终于等到了你啊！我终于替阿宁等到了你。小婉，快坐好，让姐姐给你画一张肖像，以后你走了，姐姐想你了，还能拿出来看看。那当然，小婉是极美极美的小姑娘呀。哎呀，你还真亲啊，都是口水。小婉，你只要过得幸福快乐，便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。我加快了脚步，小跑了起来，寒风凛冽，眼泪竟割破了我的脸颊。疼，好疼啊！李嬷嬷佝偻着身子，正在狗洞前等我。她变得更老了，满头的白发晃花了我的眼睛。小婉，快！她着急地冲我招手。我仓皇而决绝地钻进了狗洞，又情不自禁地回过头，深深看了一眼朱红色的宫墙。再见了，静玉姐姐。再见了，华姐姐。再见了，阿紫。小婉真的走了。不知是不是我眼花了，在那朱红色的宫墙边上，我竟然看到了静妃那张明媚严厉的脸。她正温柔地对着我笑，脸上还挂着2行清泪。哼，本宫送你这些只是嫌你烦。啧，本宫早就告诉过你，谨言慎行，你怎么就那么倔呢？真是个倔驴。可怜的小婉呀，终究是个只有13岁尚未及笄的孩子。小婉，跳皮筋好有意思。民间的女孩还玩什么啊？从今以后，我也是你的姐姐。作为你的姐姐，以后我就勉为其难地护着你吧。我们小婉呀，也要做姨娘了呢。我和李嬷嬷一刻也不敢停下，我们或坐马车，或坐船，或步行。大抵3个月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处山清水秀的小村庄。长乐窝在我怀里，手中拿着一支开得正盛的桃花，瞪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，咯咯直笑。我用力地深吸了一口刚下过雨还夹杂着泥土芬芳的空气，喃喃道：嬷嬷，这便是阿紫说的江南吗？好美啊！嬷嬷倚着拐杖，笑着应我：大抵是了吧。江南的春日可真好啊！我伸出手，阿紫的玉戒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静玉姐姐，华姐姐，阿紫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江南真的很美，也很温暖。小婉儿如今有了自己的妹妹，我们会做一对平凡而自由的民间姐妹。我们将会在江南度过很长很好的一生，相依为命，幸福快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